今天我要开启一趟墓园之旅，应该没问题吧？你会想去坟墓旅游吗？这阵子我在看《妖怪台湾地图》这本书，看到古墓中的一些石像晚上会跑出来活动的都市传说，决定出发去看看全台各地的墓园是不是都有类似的事件。这个地图迷雾系列我会设定一个主题，并且想办法找出相关的景点去旅行。今天我从台湾的历史古迹清单中挑选出几座最具代表性的清代古墓，究竟我在这边能看到什么呢？你会想来这边玩吗？我们出发喽！嘿，我是演员。今天的第一个点呢，也是苗栗县唯一的国定古迹，它叫做郑重和墓哦。这个墓位于苗栗县后龙镇的龙坑地区，就在台一线跟台六线的交叉路口旁边。但是它非常的不起眼哦，常经过我也都没发现。为了做这个系列特别研究，我才发现这边居然有一个国定古迹。Google 地图上面写24小时营业，但是我觉得天色有点暗，进去好像不是很妙哎，所以我决定天色再亮一点，我们再进去看看。好啦，各位，天色终于亮了，我终于可以看到里面了。离日出的时间不到10分钟了。在古墓看日出，你有这样的体验过吗？这一条前往墓园的道路也叫做神道，它原本有将近200公尺长，但是因为旁边的道路拓宽，所以现在就只剩下短短的一点了。这个地方是神道碑，这个神道碑的作用啊，就是告诉你里面是谁的墓。它原本是位于道路的中央，因为路面拓宽，所以移到现在这个位置。它应该要放到前面那边去才对啊，这样比较符合这个神道碑的用意。那么这整个墓的占地面积1044坪哦，这是一个2品官等级的墓哦，在1827年的时候下葬在这里，距现在已经有198年的历史喽。因为前面已经下了一个星期的雨哦，墓城有一半已经严重积水哦，已经变成一个水池了。不过也算是一个难得的风景吧。各位猜一下，这一只是什么动物？然后后面这一只是羊，然后再来是马。那这个人像叫做石翁仲。我后来研究一下，其实从东汉开始就有这样的设置咯。清朝的时候的大清会典有非常严格的限制，官员的墓应该怎么设置，只有2品官以上才可以设置完整的石像神。这个虎的面部是平平的哦，好像扁掉的感觉，它的嘴巴是好像在微笑的感觉。根据都市传说的说法，这里的石马石猪晚上会跑出来偷吃菜园里面的菜，后来农民来这边把石像的腿打断，这边确实看得出来这些石像都有断腿以后再被修复的痕迹。不过他说的石猪该不会是这一只吧？它雕刻成这样会被认为是猪，好像也不太意外啊。他其实从来没有当过任何官职哦，他只是地方上勤于公益的一个人士哦。墓的两旁设有毛笔造型的神道柱，每只神道柱的前面又各设有3副的夹竿石。这附近的地蛮平的，也没有其他的墓，所以这个神道柱远看起来会是一个旗杆，所以这个墓自古也有人称它为旗杆墓。这个墓的特别之处呢，除了那一只老虎以外，还有这个墓的上面有一个龙神的石碑，因为这个墓所在的位置刚好被南势溪给包围哦，古人认为这是龙脉啊，所以做了一个龙神的石碑来祭拜哦。当然，这个墓最基本的土地神后土也是有的啊。王朝刚就是王德禄的儿子哎，为什么他会在这边题字呢？郑重和其实从来没有当过官职哦，他算是地方热心公益的民间人士哦。但是为什么他可以依照2品官的规格来修墓呢？为了解开这个问题，我们出发去下一个点，位于新竹。好了，我来到今天的第2个点哦，这个点位于新竹市的钟灵祠。在这个军人公墓里面，不过这个地方好像有开放时间哦，不是像前面那个点一样是24小时营业的。虽然晚上你应该不会想来这里。新竹国军文化园区的导览图，郑用席墓2级古迹。不过现在的古迹已经没有分级了，这应该可以改一下，现在就叫国定古迹。说郑用席可能很少人知道哦。但是说开台进士，我想应该大家都知道吧，因为课本里面就有啊。没错，他就是台湾纳入大清版图以后第1位成功考取进士的台湾籍人士哦。哇哦，好大哦！好，各位，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郑用席墓哦，就是我们刚刚去的第1个地点，郑重和他的儿子哦。那这个墓园有638.5坪哦，可是我现场看起来比刚刚那个郑重和墓还要再大很多哎，我不确定它的计算方式到底是怎么算的。距今有156年的历史喽。其实他的官位只做到5品的礼部员外郎，而且只做了2年就不做了。当时有太平天国在搞事，而且又有饥荒的问题，清廷可以说是忙得不可开交啊。郑用其在台湾协助组织民兵哦，并且募资捐助米粮到天津去。皇帝因此给他2品等级的通奉大夫的称号，他爸爸也因此得到一样的荣耀哦。有蘑菇哎，这是什么菇啊？这蘑菇太大颗了吧？
跟我的麦克风比对一下。我刚刚以为这是老虎的牙齿，结果居然是瓜牛。这2只瓜牛刚好长在嘴巴的位置，哎，对吧？这应该是嘴巴吧？一样依照规定，使用中必须要一个文官，一个武官。依照大清的规定，应该是要有神道柱哦，但是当下拍摄时并没有找到。拍摄完回来研究了，才发现神道柱已经被树林给埋住了。这个石马感觉雕刻的比较多细节啦，连这个马的这个布的材质都有雕刻出来，非常的酷哎。然后石虎的背后呢，居然连背脊都做出来了，超用心的哎。这里的石像是没有被断脚的迹象哦，但唯独是左右这2只石羊都有被砍头的痕迹，不确定是不是跟都市传说有关，也可能是这个墓的所在地离一般人居住的地方比较远，所以这些石像可以留住他们的脚。祖先就来自金门啊，所以会写雾江。它的雕刻的细节特别的多，看得出来当时工匠非常用心。好了，这用席墓也看完了，接着下一个地点呢就远了哦。下一个地点在嘉义呀，出发去嘉义。我边开车边想，这次的行程安排都是1、2品大官的墓，好像没办法比对规模，所以我就想到一个地点哦，去看看相对的官位比较小的墓长什么样子。我们现在去看看吧。好啦，各位，我现在的位置在南投县的鹿谷乡。我都看1、2品大官的墓的话，好像都差不多，就是非常巨大，所以我想说来看一下相对比较小的官的墓长什么样子。这边不是国定古迹，这边是限定古迹，它叫做林举人墓。所以它叫举人的话，意思说它不是进士哦，它只有考乡试而已，是这样吗？它有一个很特殊的事迹哦，它就是，这不太清楚了。这边有写洞顶乌龙茶。他就是把乌龙茶的茶苗带来洞顶这个地方的人哦，可以说是洞顶乌龙茶的始祖啦。这个林凤池举人墓在非常小的小路旁边 ，Google 地图上甚至连评论都没有啊。走这个非常古老的墓道进去，很快的我们就可以到达。走过来这个石头路啊，可能是因为下雨天哦，非常的滑，都是青苔。我刚刚脚一直滑，一直滑。这个林凤池墓明显就小非常的多哦，大概只有45坪而已。它在1870年的时候葬在这里，距今已经有155年的历史喽。它的官位是内阁中书，应该是5品官。这个狮子看起来风化的非常的严重，面部都破掉了。这个两边的狮子的动作不太一样哦。这一只狮子的脚抓着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，现在已经看不出来了。这一只狮子就是比较正常的站立在一个可能是石头上吧。依照大清会典的规定，5品官的墓只能设置神道柱。虽然我在现场没有看到神道柱，但是这边却看到石狮子，是因为规定不能设置石虎，所以改设置石狮子吗？这算漏洞吗？这看起来真的是大象哎，好酷哦！为什么是大象啊？有人可以跟我解释一下吗？我第一次看过，居然是大象在这里。Hello， 你们要干嘛？为什么鸡都跑到我旁边来了？是发生什么事？不知道为什么我蹲在这边，鸡越来越多，都一直靠过来。他是觉得我有东西可以给他们吃，是不是啊？这个地方也是一只大象哎。好啊，这就是林凤池之墓哦。接着呢，我们前往嘉义吧，希望嘉义不会下雨。这行程真的是疯啦！天色还没亮就从大甲家里出发，先去苗栗，然后去新竹，接着去南投，然后现在来嘉义。好啦，各位，好像台风一样，现在风越来越大了。现在时间大概是1点多，然后我刚刚看气象，可能2点半就要下雨了。哇，所以我要赶快哦。我现在的位置在嘉义县的六角乡。现在我的前面这一片草地，就整个就是王德禄的墓园哦。这个王德禄的墓是全台湾最大的清代棺木，应该也是最知名的一个，占地面积5808坪哦。看了前面几个墓已经觉得很大了，没想到来到这边，这个大小直接吓到我啊！1844年的时候葬在这边，距今已经有181年的历史哦。他是台湾最高官位的武官哦，最终获得太子太保的位置哦。他的家乡为了要纪念他，所以变成现在的嘉义县太保市。哇，太大了吧！这个里面全部就是他的墓哎。按照当时清朝的规定啊，1品官的墓园是要比这个还要再大非常多哦。可能是受到土地的限制哦，所以没办法做那么大。但是这已经超大了，这已经太大了吧？接着我试图走进去，可能是这阵子非常大的豪雨啊，这个土地已经变得有点像沼泽的感觉了，非常的泥泞啊。各位看，这个狮子都泡在水里了。现场口误哦，这应该是老虎。各位看，这个老虎都泡在水里了。我越往前走，水越深，感觉越来越不妙啊。所以我决定不行啦，我改天再来好了。
天哪！我之后会再安排另外一个主题行程来造访这里哦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本次的墓园小旅行。很多人会觉得墓园很阴很可怕，老实说，确实也是这样没有错啦。不过换个角度想，这里就像是一座时空胶囊，收藏着各种历史人物的传奇故事，也记录着每一位值得怀念的先人足迹。这一次因为大雨的关系，没能好好的完整探索王德禄的墓，是有点可惜。但这也变成下次再来的理由。好啦，我是演员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咕咕咕咕，咕咕咕咕。咕咕咕咕，咕咕咕咕，哇，好久没看到鸡了。